大家好，我是郭明明，又见面了。上一期提到了星际迷航里的传送，在现实中这个技术还很遥远。那么先来看看它的简化版、复制机和全息甲版。上一期说到的传送器，先复习一下，它的工作流程可以分为3个步骤。首先，传送光束扫描物体，在量子级别把物体拆开，每个量子的信息记录下来，接着把物质和信息发射出去。接收端根据信息把物质流重新拼成物体。需要深入到量子层面，是因为生物活动很可能受到量子级别的影响，比如知更鸟的磁感应就是通过量子纠缠做到的。植物的光合作用也依赖于量子隧穿。彭罗斯提出过意识和量子引力有关，但目前这个理论不太成功。量子生物学刚刚兴起，还没法排除意识和量子的关系。深入到量子级别的扫描是必须的，但如果使用条件宽松一些，只用来处理非生物的物体，那么就只要在分子级别进行扫描和组装，而不用到量子层面，需要的精度就低了很多。其次，按照设定，这里的信息就是可以复制的数字化的信息。分子级别的信息数据量远少于量子级别的，如果复制一份，再提供给它足够的物质，让接收端再次执行物质化，这就得到一个复制品了。这个复制品和原物体在分子级别是一致的。这就是星际迷航设定中的复制机 replicator 的原理，也被称为分子合成器。复制机非常常用，家用复制机可以用来合成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比如食物、水、衣服。工业复制机可以直接合成大型机械和飞船组件。更先进的医疗复制机甚至可以通过 DNA 来合成一些器官。在 TNG 时代，复制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地方，为舰队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。那么这些物质从哪里来？理论上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，根据 E 等于 mc 平方，就能合成出物质。但如果所有物质都从能量来生成，也受不了。所以星际迷航的设定里，更多时候使用高能量来拆分和合成现成的原子。比如要铁原子，就拿氢原子打入锰原子来合成。氢可以用汞剥离掉一个质子和几个中子来合成。其实现在的粒子加速器就能做这件事情，硒元素的合成也是靠这个。只是需要的能量对现阶段来说还是极高，费半天劲也就能合成几个原子。原先说过，星际迷航里的人类文明已经接近2型文明，能掌握的能量远超现在，那么从一种原子合成另一种也就轻车熟路了。接着可以再把原子合成出分子，以及往上的各种物质，这就能做到一种物质到另一种物质的转换。如此一来，整个工业和后勤都变得无比简单。船员和任务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可以随时通过复制机得到。复制机的存在也造就了星际联邦的整个经济，生产可以做到去中心化，按需生产，不但不需要运输过程，还能做到完全的废品回收，不再需要生产计划，也不会有生产过剩。任何人都会有足够的配额复制生活必需品，平常不再需要用到钱。这也是星际迷航里多次提到的，到了24世纪，人们不再以追求物质为目标。How much does this thing cost? The economics of the future is somewhat different. You see, money doesn't exist in the 24th century. No money. 不过有些文明仍然需要用到钱，比如崇尚商业的种族 Ferengi。文明之间的交易也不是免费的。虽然很多时候用的是物交易，但如果有一个一般等价物作为货币，还是会方便很多。复制机能复制黄金，使得它没法再作为货币，需要和一种无法复制的虚构金属 Latinum 压制在一起，成为 Gold Press Latinum， 作为新的货币。那么用什么物质作为存储媒介呢？既然可以从一种物质合成出另一种，那就用密度尽量高又安全的东西咯，那就是金属锨。这种金属的密度是 22.59 克每立方厘米，远超过铁的 7.87 克每立方厘米，也超过金的 19.30 克每立方厘米。常温常压下是固体，安全无辐射。锨其实非常稀少，比金还少，就是因为实在太少，以至于到19世纪才被发现，也没产生出多少实用价值。反而到了能随意掌握原子合成的时代，锨的用处才会被发掘出来。也因为复制机需要大量能量，如果能量来源受限，那各种东西都会受到影响，
这又回到了前面一期说到的能量来源。在 VOY 中，能量需要优先用于返回地球，船员对复制机的使用就被迫有了配额，甚至需要种植蔬菜来补充食物不足的问题。更先进的文明，比如 Borg， 能掌握的能量更大，连 Cube 被打坏了都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。每个个体内部都有微型复制机，能随时合成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以及需要的工具。所以复制机只需要能量、物质以及数字化的信息，就能制造出想要的各种东西。实际上，复制机的能力实在太强，经常会因为剧情需要被强烈削弱，以制造戏剧冲突。在复制机发明前，星舰上还需要厨师，还需要衣柜。ENT 时代用的是一个叫做蛋白质从序列化的设备产生部分食物。TOS 时代改进成靠磁带操作的食物合成器。再后来，生活必需品都不需要存储，直接从复制机获取。复制的时候连餐具都可以合成，用完之后放回复制机，再变成鹅。当然，复制机合成的肉类只能接近，味道上有点差别。有些人，比如 Riker， 就喜欢用真的肉类和传统厨艺。现实中的复制机正在摸索中，如果只是外观这个层面已经比较成熟， 3D 扫描通过结构光或者 TOF 得到物体的几何形状，通过 RGB 摄像头获得表面纹理，产生现实物体的数字化版本。3D 打印则能把数字化的物体打出实体，在外观上完成复制。元宇宙如果普及了，这两个东西会非常常用。要更深入的扫描内部，就得用上 CT、MRI 这些了。更底层一点，在分子层面用蛋白质合成蛋白质，最常见的就是合成肉。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产品用植物蛋白合成动物蛋白，营养成分相当，口感已经差别很小。通过人造光合作用合成淀粉已经在实验室能做到，几十年后产业化不是问题。要再进一步能从小分子合成蛋白质，人类就不再依赖于农业，都通过合成就可以了。更底层的能量和物质的转换，前不久已经有用光子产生电子的实验，可以用2个无质量的高能光子制造一个有质量的正负电子段，这是反电子和电子湮灭产生光子的逆过程，但要实用化就更久了。要再简化一些，就可以得到全息甲板 Holodeck。 如果我们连物质形态都不需要，只要有可以交互的虚拟物体，就只需要用投影的方式临时产生就行。这样的房间叫做全息甲板或者全息套间。这里面的物体虽然看起来和真的一样，但只有个壳。全息发射器发出的光子在力场的约束下组成物体的形状，仅此而已。第3期讲过力场，没看过的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光子赋予外观、力场产生实体交互的能力，电脑在后面控制这些。通过视错觉的方式，让全息甲板里能看到的范围远大于房间本身。但剧中并没有说在全息甲板里吃饭，为什么离开了也能饱？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全息发射器逐步扩大使用范围。TNG 后期出现了全息通讯设备，比视频通讯有更好的交互能力。但是 DIS 和 SNW 再次出现了一致性的 bug， 把全息通讯变成完全普及的东西，不用还被鄙视。VOY 里出现的全息医生，通过不断学习，突破了预设程序的限制，还能唱歌剧、出任务，甚至指挥。得于29世纪穿越回来的便携式全息发射器，它可以和船员一样到处去。剧中还出现过在全息甲板里虚拟出一个全息甲板，让全息人物 Moriarty 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，在宇宙遨游。全息甲板是终极的娱乐工具，那时候不再需要电视、游戏机、电影，都通过全息甲板来完成。除了娱乐的功能之外，全息甲板还是非常好的生产力工具。在制造一个东西之前，先在全息甲板里进行一下模拟，成了之后再把设计送到复制机生产。查案子也经常是让电脑在全息甲板里重建场景进行分析。DS9 里甚至还有一次传送器出了问题，空间站的电脑容量不足以存储量子级别的信息，只能把几个人暂时重建在全息甲板里，成为虚拟人物。等传送器修好之后再传出来。至于全息甲板的使用方式，咱们来看这一段。Enterprise D 的主要人物被生活在此空间的外星人绑架，
他们试图在全息甲板里重建绑架的场景。Computer, create a restraining arm attached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at the midpoint. Was it like that? Computer, put controls on the restraining arm, a control panel, lights.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there. Over the head of the table. A metal swing arm. Computer, create a metal swing arm. Double jointed, total length 1 meter. Connected to the head of the table. There was something attached to it, a tool of some sort. Scissor-like. Computer, produce a pair of scissors attached to the armature. 每个人通过提示逐步细化，让电脑生成越来越具体的场景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在大火的 AIGC 啊。具体来说，这里的 C 是 3D 动画，并通过光子和力场呈现成虚拟物体。目前的 AIGC 还基本停留在生成图片的阶段， 3D 内容的生成还在探索中，而且基本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探索，需要更大的计算能力、存储能力、数据获取能力，才能很好的突破这个问题。要再退一步，在没有立场的情况下，只有外观，那就是个光场显示。这里说的是真的光场，不是 Magic Leap 那样用假的光场进行诈骗的活。现实中的光场显示是通过产生很多角度的影像组成一个场，可以认为一个像素不是只有一个颜色，而是一个像素朝不同方向可以是不同的颜色，因此看到的是个立体的影像。这要么是一个显示器的形态，要么是用飞秒激光和全息场产生等离子，构造悬浮于空气中的微小影像，要么是用头显的方式做近距离光场。在渲染的时候需要生成很多视角下的影像，密集显示出来，结果要么分辨率不够，要么大小不够，要么得带着笨重的设备。不久的将来，应该可以看到用光学相控阵的方式进行空间显示的做法，这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光场显示的主要缺点，但成本和制造难度还是相当高。触觉方面，现在主要靠控制器和数据手套这样的设备来提供，也有靠超声波提供虚拟触觉的方式，但还没有产品化。再退一步，连光场都不用，只要提供左右影像，并做到和现实场景能对准，那就是现阶段常见的 AR 了。有 HoloLens 那样光学穿透的方式，有 Vision Pro 那样视频穿透的方式，也有手机 AR 那样 headless 的方式。再退一步，连现实场景都看不到，全部虚拟，那就是 VR。完全营造个虚拟环境，每个像素都是显示出来的，不用对准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全息甲板的一层层简化。这一期介绍了通过传送器简化出来的复制机和全息甲板。星际迷航里不能光是生活和探索，总有遇到冲突需要战斗的情况。下期就来看看星际迷航里的武器系统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